美 MQ-9狂袭，伊朗火力暴跌90%，美军精锐全副武装出动，伊朗幽灵领袖生死成谜，川普亲手终结恐怖政权，俄基地10声巨响，乌军炸疯了。日前，在伊朗设拉子的天空上，一场震撼世界的空中秀悄然上演。美国 MQ-9A 死神无人机大摇大摆地飞入革命卫队阵地，缓慢显眼，却无人敢阻挡。随后 MQ-9A 直扑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军的阵地，精准打击下，地面武器装备瞬间被炸得狼藉一片。现场视频流出，更让人震惊，当地民众举着手机拍摄，一边是震惊的呼声，一边是无法置信的表情。这么大，这么慢，这么显眼的一架无人机就在头顶盘旋开火，而伊朗号称强悍的防空系统竟然完全没能拦截。平日里喊得震天响的防空能力，在真正实战面前竟如纸糊一般脆弱。无人机慢悠悠地进来，炸完再慢悠悠离开，整个过程仿佛在自家训练场进行，彻底撕开了所谓空中屏障的虚张声势。这场行动不仅是一次军事打击，更是一场公开的当众打脸。美军以冷静而高效的方式展示实力，而伊朗的政权却在民众眼皮底下暴露出力不从心。平日里的高调姿态与强硬宣言，在现实面前瞬间失效，民众的惊讶更像是失望与嘲讽。中东的局势向来如此，真正怕的不是强硬的对手，而是嘴上厉害，手上无力。美军的这次无人机行动，炸的不只是地面装备，更炸开了一层遮羞布。设拉子上空的轰鸣声，响亮地宣告了一个事实：话说的再满，实力撑不起，最终还是会被现实打脸。这一次，伊朗输得彻底。另外，最新消息显示，最新战场数据表明，中东局势出现了令人意外的转折。伊朗在3月12日深夜24点的直接火力骤降，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量创开战以来新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指出，过去24小时，伊朗发射的导弹数量比开战初期暴跌了90%以上。从最初的几百枚导弹和上百架无人机铺天盖地，到如今一天仅剩几十枚导弹、10几架无人机，火力几乎泄气。对以色列的导弹攻击由原先的饱和式齐射缩减到零散几波。对阿联酋的报道也显示，仅9枚弹道导弹成功发射，体现出从地毯式轰炸到点射凑数的转变。无人机攻击更为惨淡，数量从开战初期上百架骤降到35至50架，下降幅度达到83%至85%，已难以撑起伊朗的空中杀手锏。然而，中东的战火并未因此平息。过去24小时真正的攻击输出多由伊朗的代理武装承担。真主党从黎巴嫩北部发射了100至200枚火箭弹，并出动20多架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北部，触发防空警报，数百万以色列民众被迫躲入防空洞。胡塞武装及其他代理势力也参与了有限攻击，但规模微小，只能算作凑热闹。伊朗火力骤减的根本原因是被打残。美以联军近期对伊朗的数千个目标展开精准打击，包括导弹发射架、无人机工厂和指挥中枢，导致伊朗导弹库存急剧消耗，发射器严重损毁，平均每天仅能使用10至20枚导弹，无人机更是捉襟见肘。讽刺的是，伊朗虽已丧失大部分直接打击能力，但依然通过代理人维持地区影响力。真主党在伊朗指令下，一天发起29次攻击，刷新单日最高纪录，成为维持战场声势的替身。以色列在防空洞中应对火箭弹袭击，而全球能源市场却因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油价短时间上涨5%，全球供应链陷入紧张。面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不断攀升的风险，美国迅速做出了新的重磅动作，进一步强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与战略威慑，地区局势正朝着更加敏感、更加紧绷的方向发展。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持续升级的军事对抗背景下，来自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约2200名海军陆战队员已接到部署命令，准备前往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此次部署将与德黎波里2栖戒备群协同展开。
该戒备群由多艘美军两栖作战舰艇组成，包括德黎波里号两栖攻击舰，这是一艘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也是该编队的核心旗舰。还有圣地亚哥号两栖船坞运输舰，这是圣安东尼奥级两栖船坞运输舰，以及西奥尔良号两栖船坞运输舰，同样属于圣安东尼奥级两栖船坞运输舰。在航空力量方面，该远征部队还配备了约20架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的 F-35B 闪电2战斗机第5代隐身战斗机。这些战机能够从两栖攻击舰甲板起降，为海军陆战队提供空中掩护、对地打击以及战场侦察能力，使两栖编队具备较强的独立作战能力。多方军事分析认为，这支两栖打击力量及其2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极有可能被用于执行针对哈尔格岛的潜在作战行动。该岛位于波斯湾北部，是伊朗最关键的石油出口枢纽之一，承担着约80%的原油出口运输任务。一旦该岛被控制或封锁，将对伊朗能源出口体系造成重大冲击。根据部分美国官员的评估，如果相关行动获得批准，地面或两栖登陆行动很可能在未来数周内展开。届时，随着针对伊朗关键军事设施的空袭行动逐步削弱其防空能力，并清除优先目标，空袭的强度和频率可能会有所下降。而海军陆战队主导的夺控关键节点行动则可能成为下一阶段军事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直言，伊朗军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摧毁，这在现代战争史上极为罕见。一支成规模、装备完整的武装力量被快速打崩、打废，丧失战斗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更指出，这是美军火力最猛烈的一天，超过6000个目标被摧毁，打击机群每小时持续起飞，轰炸行动连绵不绝。更让伊朗无力的是，美军彻底改写了海战规则。美国陆军的 MGM-140A-TACMS 战术弹道导弹横跨300公里，精准击沉伊朗潜艇和多艘舰艇。这不是演习，而是真实战场创下的历史，用陆基弹道导弹远程猎杀潜艇，一举废掉伊朗最隐蔽的水下反击能力。每一次精准打击不只是武器胜利，而是体系碾压。美军火力全开，指挥层、导弹库、海军舰艇与军工体系被挨个清理，而哈梅内伊躲藏地下，军队全面崩溃，连出境都无法实现，只能靠一纸声明自欺欺人。曾经引以为傲的导弹威慑、地下攻势和非对称战术，在美军连续精准的高强度打击下彻底失效。6000个被摧毁的目标不是数字，而是伊朗战争机器被系统性拆解的铁证。300公里外击沉潜艇不是战术秀，而是宣告其海上力量沦为活靶子。赫格塞斯那句躲在地下瑟瑟发抖，这就是老鼠的本性，刺耳却真实地描绘了伊朗高层现状。最新消息还显示，以色列军方在德黑兰各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根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首都西部卡拉吉市上空先后发生多起爆炸，同时可见战斗机频繁飞行。德黑兰其他地区也出现数次爆炸事件。以色列军方表示，此次空袭的主要目标是伊朗政权在德黑兰的关键基础设施，旨在打击所谓的恐怖政权网络。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还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对伊朗高级核科学家发动了精准袭击，并成功将其击毙。这些科学家曾主导伊朗核弹研发工作。内塔尼亚胡表示，这次行动不仅是对个人的打击，更为全面削弱伊朗庞大的导弹库存、导弹生产设施及核项目铺平了道路。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还爆出惊人消息：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早已身负重伤，极可能毁容，如今只能躲在地下，不敢露面。我们知道12日，伊朗国营媒体才代为宣读了一份语气强硬的书面声明，但穆杰塔巴本人仍未现身。这一异常现象迅速引发外界对其健康状况的各种猜测，部分海外媒体甚至传出更激烈的说法，称他可能陷入昏迷，失去一条腿，甚至可能已经死亡。多家媒体指出，穆杰塔巴过去被认为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宗教人士，多年来一直在幕后协助处理父亲前最高领袖阿里·
哈梅内伊的大量事务，并逐渐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紧密关系。然而，他长期保持低调，几乎未在媒体上露面，对大多数伊朗民众而言仍是神秘人物。自美国与以色列展开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穆杰塔巴始终未出现在公众视野。尽管其肖像已出现在德黑兰街头大型宣传广告牌上，网络上流传的素材多为修图照片或疑似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伊朗国家媒体称其为贾姆巴兹，意指战斗中受伤的老兵。与其父亲阿里·哈梅内伊过去常通过电视讲话不同，穆杰塔巴的最新声明完全以书面形式发布，这加剧了外界对其健康和行使权力能力的怀疑。学者甚至形容他像一位幽灵领袖。消息称，穆杰塔巴目前可能正在德黑兰市中心历史街区的希纳大学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医院周围部署了严密安保，院内部分区域封锁。其治疗团队由卫生部长扎法尔甘迪亲自负责，资深外科医生马拉西协助。知情人士透露，穆杰塔巴伤势严重，一条甚至两条腿被截肢，肝脏或胃部受损，甚至可能陷入昏迷。在最高领袖迟迟未现身的情况下，伊朗实际局势大多由革命卫队各地区指挥官主导。据称，即便缺乏明确领导人，军方也接到命令继续维持军事行动。这让一些分析人士形容，如今的伊朗政权似乎由一位幽灵大阿亚图拉象征性代表，而真正的权力正更多集中在军方体系中。有评论认为，目前伊朗的最高领导层几乎处于虚位状态。穆杰塔巴的生死与健康状况成谜。如果他真的能行使最高领导职权，那么革命卫队和政府部门理应统一在他的号令之下。然而现实情况完全相反，政府与军方之间频频出现摩擦，双方互不相让，各行其事。这种南辕北辙的局面表明，伊朗根本不存在一个有效运作的最高领导权威。还有分析认为，伊朗实质上已呈现军阀化趋势，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几乎丧失。尽管地方军头仍在顽抗，但这种抵抗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关键的兵工厂已被摧毁，缺乏体系化军工生产线的支持，单靠库存武器难以长期维持战斗力。从2月底以来，伊朗的作战模式已由早期以导弹和无人机为主，逐渐转向依赖水雷，这反映出伊朗革命卫队库存武器正在迅速消耗。下一步，针对伊朗布雷船和水雷仓库的打击一旦成功，将彻底剥夺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同时让伊朗在国际谈判中失去最关键的筹码。美国总统川普在美东时间13日凌晨，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发布了一段火药味十足的发言，再次将中东局势推上舆论风口。川普在帖文中宣称，美国正在全面摧毁伊朗，并以极其强硬的语气表示，今天就等着看这些疯狂人渣的下场。他还强调，作为美国第47任总统，能够亲手终结伊朗这个恐怖主义政权，对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耀。川普在发文中进一步表示，无论是在军事、经济还是其他层面，美国都正在对伊朗形成全面压制。他称，伊朗的海军与空军力量已经被彻底瓦解，大量导弹、无人机以及其他军事装备正持续遭到摧毁，甚至连伊朗的高层领导人也被从地面上抹去。在他看来，美国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无与伦比的火力、无限的弹药以及足够的时间，因此战局的结果早已没有悬念。不过，川普也把矛头直接指向美国主流媒体，特别是《纽约时报》。他在帖文中嘲讽称，如果只去阅读这家失败的《纽约时报》，外界可能会误以为美国并没有取得胜利。虽然川普并未具体点名是哪一篇报道惹怒了他，但这番话显然反映出他对媒体报道立场的强烈不满。另外，此前川普还明确表示，美国已经掌握了伊朗在海外布设的所有沉睡小组。这些所谓的沉睡小组，通常是指长期潜伏在外国境内，平时不活动，但在接到指令后会突然发动袭击的秘密网络。川普说，我们知道他们在哪里，我们对这些沉睡小组了如指掌。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正在审理一宗与伊朗有关的重大案件。纽约东区联邦法院近期开庭审理一名被控为伊朗执行任务的间谍案件。
根据法院文件，一名47岁的巴基斯坦男子莫钱特被指在2024年受伊朗方面指使，雇佣杀手策划暗杀行动。面对这一系列事件，川普对媒体表示，伊朗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充满恐怖主义和仇恨的国家，如今正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他强调，美军正在执行必须完成的任务。川普还表示，针对伊朗的行动其实早就应该展开。这件事本来在过去47年中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完成。他说，很多不同的领导人都有机会这么做，但他们选择没有采取行动。在他看来，当前美国的军事行动正在改变中东局势，也让这个长期被指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开始承受沉重代价。随着冲突持续升级，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抗正进一步牵动整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政治格局。再来关注下乌克兰战场的消息。据悉，乌克兰近日对俄罗斯南部展开了一系列精准打击行动，引发国际关注。当地时间13日夜间，乌克兰无人机突袭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汉斯卡亚空军基地，造成10余次剧烈爆炸。监控画面显示，机场附近火光闪烁，当地居民称听到了连续巨响，俄方防空系统被迫彻夜全力运作。与此同时，乌克兰此前一天还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的季霍列茨克港口，这一港口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石油转运中心，承担着向黑海输送原油的重要任务。袭击引发大火，火势蔓延至少3个区域，卫星图像显示多个起火点。俄方称已拦截全部无人机，但落下的残骸仍引发局部火灾，港口仍在持续燃烧。这次打击被认为对俄能源系统造成了重大压力。金融时报指出，俄罗斯2月的石油收入已降至自俄乌战争以来的最低水平。乌克兰的攻击行动不仅限于能源设施。12日凌晨，乌军远程打击了萨马拉州的古比雪夫阿佐特化工厂，摧毁第11号车间，该厂长期为俄军提供炸药原料。乌军在俄战区也持续展开行动，空袭马里乌波尔郊区的弹药库，并造成大规模2次爆炸。随后，特种部队伏击赶来救援的俄军车队，摧毁5辆军车。据 Xstat 新闻报道，由于乌克兰无人机频繁来袭，莫斯科经常出现网络中断，导致民众不得不寻求更传统的通讯手段。数据显示，俄罗斯电商平台 Wildberries 在3月6日至10日期间，寻呼机销量同比增长 73%， 对讲机增长 27%， 固定电话上涨 25%， 显示通讯方式正在倒退。与此同时，市民对纸质地图册和城市指南的需求激增，1周内销量上涨 48%。另外，近期乌克兰在多条战线上取得了局部突破，同时持续利用无人机与远程打击对俄方实施精确打击。利曼方向，乌军右翼虽遭俄军小幅突破，但乌军左翼清理完毕后，只要主力部队回防，突破威胁即可化解。若乌军在蓝圈位置建立战术支撑点，将能直接威胁克雷米纳俄军，实现以攻为守的围点打援战略。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格里申地区，乌军第155旅士兵单枪匹马击退俄军进攻，并与第425特战营斯凯利亚无人机部队协同，成功阻挡俄军推进。这一成效体现的并非单兵英勇，而是俄军在突破无人机防线时往往不携带重武器甚至枪械，使无人机墙后只需少量步兵便可有效抵挡。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乌军解放里兹德万卡定居点，该州仅剩2村待解放。南线扎波罗热地区，乌军从俄第29集团军手中夺下一块阵地，并向南推进5公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普京在2月的冬季攻势未能达到分化乌克兰的目的，攻击发电厂的企图失败，乌克兰社会与军队保持团结。俄罗斯方面尚未官方回应，但多位军事博主承认俄方打击乌能源设施的效果有限。军事评论者马克西姆·卡拉什尼科夫指出，即使投入数千亿卢布攻击乌克兰能源系统，乌方韧性依旧强大，港口和生产活动几乎未受影响。他认为这些行动反而可能成为军事教科书中的失败案例。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